比如我们在逛美术展，为什么最后讲到他小时候和小卖部阿姨的故事呢？我发现他虽然眼神很聚焦，但有的时候根本不在看我，感觉是进入了他自己的世界。这里是莎莎，陪你一起走进人格世界。这期咱们从生活中旁观者的角度来看看，在外人的眼中会怎么评价、吐槽 SI 人和 NI 人。一般指的是 ISFJ、ISTJ 以及 INFJ、INTJ。所有的内容呢，都是根据书中心理过程带来的外显表现引申而来的，带有一定的调侃性质，突出的是这个心理过程在别人眼里相对特别的地方，不带有任何的贬低。个例呢，仅帮助理解，不能够仅以此断定自己或他人的心理过程哦。他节奏挺慢的，感觉很有条理，挺有责任感，挺谨慎的一个人。虽然觉得他蛮好预测的嘛，因为他在处理事情的方法上还挺持之以恒的，但这些只是一个比较外在的。真要说了解，我感觉也没有特别了解他里面在想什么，有时候还是很固执的，和他这个频道啊很难对上。他特别有自己的坚持，喜欢聊一些比较大的问题，偶尔感觉有点太武断了，对自己就认定的事情超自信。虽然感觉他也蛮负责任的，但是总是看不太清他这个人，觉得他做的事情就很跳脱，挺神秘的一个人吧。SI 这个心理过程在生活中一个相对很明显的表现就是，他们有一种想把事情从陌生变成熟悉的倾向。他最信任的就是他不断去反复经历过的很熟悉的内容，所以 SI 人通常会比较容易好预测，特别是他做的事情上。因为你只要看他上次在相似的情况下做了什么，经历了什么，对他这次的做法就可以有一个大致的猜测。但是到底对他们而言，什么是熟悉的？这个其实是非常个人化的，甚至是私密的。你不足够了解他的经历，跟他走得足够近，跟他度过足够久的时间，很难迅速的真正读懂他。而 NI 这个心理过程啊，他在生活中呢，很明显就是很希望把事情考虑得更远一点，更大一些，而且是喜欢去深挖一个事情，一直往下走。所以当 NI 人挖到点什么的时候啊，他们知道这是很深的东西，是表象之下更内核的东西，他们自然会更确信说，我挖到的东西肯定比你看到的这个表象要更加重要啊，更加可靠啊。只是在外人的眼中啊，不知情的人眼里，那确实不太能理解他们到底挖到了什么啊，这个是很常见的现象。和他在聊天的时候，他经常能从自己的经历中总结出很多特别有启发的道理。不过和他聊天好像有点两头跑的感觉，就是如果聊到他不太熟悉的内容，他就还挺被动的，不是很高的兴致。但如果什么事情他有过相关的这样的一些经历，或者他熟悉这方面的知识啊什么的，他兴致一下子就上来了，蛮容易讲很多自己之前的故事啊，自己之前学到的内容，讲的又认真又详细，我都不好意思打断他。但讲着讲着嘛，还蛮容易偏题的。比如我们在逛美术展，为什么最后讲到他小时候和小卖部阿姨的故事呢？刚开始觉得和他聊天特别好，他那个视线啊特别的平稳，好像专注在我的身上。认识久了之后，我发现他虽然眼神很聚焦，但有的时候根本不在看我，感觉是进入了他自己的世界。他聊天回应呢不算太多，但有的时候会沉静一会儿，然后突然得出一种特别惊人或者庞大的结论，而且用那种特别确定的语气分享给我。之前我们去美术馆，他突然告诉我，艺术就是新时代的麻醉剂。我一听觉得很有意思的说法，只是咱们明明在看的是儿童画展啊。对比的话
SI 的性质高低啊，取决于一件事能不能激发 SI 人的经历、熟悉感，而 NI 的性质高低取决于这件事在 NI 人眼里和他个人想前往的未来有没有关系。他们两个特别有意思的共同点就是进入了这两个内在的心理过程之后，到底里面在发生什么，外人在那个当下基本上是 get 不到的。为什么可以从美术馆聊到小卖部阿姨？小卖部阿姨到底哪个部分和美术馆带来了相似的感觉？又为什么可以从儿童画展聊到艺术对新时代的意义？这份意义到底又如何从几岁小朋友的画作中感知出的？这些我们可能都不知道。他真的是一个很需要提前准备的同学，而且我发现他特别不喜欢那种没有任何规则的自由发挥。比如他明明学得很踏实，感觉比我知识积累多了，但被老师问到那种为什么、你怎么看之类的很开放的问题，肉眼可见他在那种情况下的焦虑不安。有时候我和他说，你就凭空随便扯两句，但这个好像对他来说反而很难。不过很多老师都特别欣赏他，因为他被老师纠正过的错误很少会再犯，也比较重视规则和秩序。开始不太了解他的时候，我觉得他有点无聊，但熟悉了之后，我发现他的幽默感真的很特别，有他自己独到的那种黑色幽默。他真的超爱问为什么，但我认真回答他之后，有一种我是小丑的感觉，因为他在好奇的时候就特别好奇，但是问着问着他自己搞明白了，然后突然就对这个话题失去了热情。他这种领悟很多时候跟我到底有没有解释完压根没关系，感觉真的蛮挫败的。我不知道解释到哪部分，突然他就觉得不必要听后面的内容了。我感觉老师对他也是爱恨参半吧。一方面他对自己有挺高的要求，这一点让他在很多老师眼里都算是好学生，但他经常用自己的方式去解读规则，甚至修改规则，这就让老师有点头疼了。而且他可以说是个钻牛角尖大王，越告诉他什么事情肯定做不到，他就越觉得我只要投入更多就肯定可以。在解题啊，在完成很难的这种讨论啊，他都是这样。这一点上我觉得我还是挺佩服他的。不管是 SI 还是 NI， 都是很需要事前准备和计划的。对 SI 而言，没有明确的答案、标准或者曾经而经历作为参考，那我怎么能确保我仍然走在熟悉的领域，确保我做的都是经过检验不出错的事情呢？而对 NI 而言，看不到一件事或者一个规则对于自己向未来发展的意义，那我怎么能够确保自己没有在浪费时间，确保我做的都是对以后真正有意义的事情呢？所以 SI 的学习很像是一条贪吃蛇，一口一口，那一节一节长。细节上也不想犯错，已经走过的老路是错的，就不要再撞第二次、第三次了。这其实是常识里最常见的学习模式，80%的熟悉度，20%的新知识，不断的循序渐进。而 NI 的学习呢，它颇有一种量子物理的感觉，主打的就是一个不讲道理的跳跃。可能老师教着数学，突然让他对英语的某个语法产生了新的领悟，而可能你给他讲第一章的内容都没讲完，他已经领悟了这章到底在干嘛。加上 NI 对具体细节的耐受度特别低，对那种已经把握主旨，他觉得掌握的东西，真的很容易透露出一种不耐烦和缺乏兴趣。这容易让别人觉得他们有一点小小的自大，虽然他们的本意不是如此。